对吧？来出了漂亮。如果说扬州是穿着唐衫的温润公子，那无锡就是脱下宫装、拧开热水瓶的南方狠人。这座被誉为太湖明珠的城市，自古富庶，今朝繁华。圣地无锡欢迎您。地处江苏南部，东接苏州，南临太湖，既有江南水乡的灵气，又有现代制造业的刚性。历史上，无锡是吴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。春秋时期属吴国，文脉绵延至今。在近代，它又是民族工商业的重要基地，堪称中国轻工业的窗口。今天的无锡是苏南经济圈的中坚力量，也是全国 GDP 排名靠前的地级市。从红豆集团到小天鹅，从海澜之家到阿里云计算中心，这里是一座典型的低调负能量城市。但它并不只是工厂和数据中心。无锡有灵山大佛、拈花湾，有源头渚、樱花。有梨园、梅园这样的古典园林，也有惠山古镇、南长街古运河这样的千年传承。还有惠山泥人、宜兴纸纱这样的文化符号。作为甜都无锡，更别忘了那碗人人都爱的无锡酱排骨，以及一笼笼的无锡小笼包。下一站，甜都无锡。既能咬紧牙齿搞工业，也能轻轻端茶讲风雅，更能在盛夏时节摘下一颗颗天下闻名的阳山水蜜桃。用甜口与狠劲并存的姿态，为这座城市补上最柔软的一笔。无锡的水蜜桃不只是水果，更成了这座城的气质隐喻。外表绵软细腻，内里饱满爆汁，甜中带劲。而在蔬菜的舞台上，无锡延续了自己的一贯风格，不动声色，
不声张，不炫技，但关键时刻敢拼、敢打、敢赢。他们不高调，却能一脚踢出惊雷；他们不抢镜，但能让所有的对手提防3分。沉默是姿态，出脚是态度。截至目前，无锡队已经打完了5轮比赛，战绩如下：第一轮，无锡0比2泰州；第二轮，无锡1比1苏州；第三轮，无锡0比1南京；第四轮，无锡2比0常州；第五轮，无锡2比0扬州。2胜1平2负，前低后高。前3轮比赛结束后，无锡一度被网友并入了太湖3傻的序列，与苏州、常州一起被群嘲南方无力。可吹声响，第4轮开始，无锡突然开火，先是在对阵常州时甩出了2个精彩的头球，2比0完胜对手，擒下太湖树敌，直接斩断了傻的标签。直接调门前，直接攻门，调到门前，头球，球又进了，2比0，这是一个战术任意球，直接是头球过门。今天无锡队是无锡头球队，不愧是主教练唐金训练出来的球队，他们的主教练本身就以头球出色著称，头球判断出色。看来这支球队是得到了主教练的真传。对于业余门将来说，这个更魔性的是，在那场比赛前夕，无锡球迷在灵山大佛脚下摆放了2个足球，寓意脚踏实地，佛佑无锡。快去请如来佛祖！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？我在佛前苦苦求了几。网友直接调侃：“这是作弊与努力作业之间选择了做法呀！”紧接着第5轮对扬州再次2比0取胜，2连胜让整个无锡的网络彻底癫狂。无锡发布疯狂输出段子，留言区一片水蜜桃军团誓师北伐的呐喊。传令，出兵北伐。有人说，从太湖3傻到太湖3煞，短短2轮，仿佛灵山刺剑。网友更是将无锡的高效进攻称为工业头锤。第4轮那记空中甩头破门，不仅赢得胜利，也点燃了整个江南的热血。往远端一个球，这球跃起在空中，往远端吊向球门，这球非常漂亮。无锡队1比0领先，门将陈良是毫无办法。16号胡生嘉的助攻。而在场外，阿里也加入了散装江苏的苏超段子宇宙。支付宝冠名徐州队，淘宝闪购赞助常州，而花呗呢，正是无锡的冠门项。网友调侃：无锡靠花呗破敌，真的是把越共踢进了对方的球门。他们不仅用球技回应了质疑，更用巅峰的发布点燃了网络。有网友直呼：无锡真的疯了，但疯的太好笑，太好看。别以为无锡沉默安静，那只是你没看到他们主场打疯的样子。虽然奥体中心尚未落成，无锡把主场设在了江阴和宜兴，可这并不妨碍他们在主客场都玩出了巅峰的风格。第4轮对常州前夕，无锡球迷跑到灵山大佛的脚下摆起足球祈福，常州球迷表示：“你这是作弊。”无锡球迷回道：“我们这是做法。”于是常州也在天宁市做起了法。你能想象吗？这就是足球，你怎能不爱足球啊？江阴主场那一次，无锡对阵常州。赛前，一位江阴小姐姐接受采访时说：“无锡倒数第1也没关系，因为我是江阴的，但我还是会给无锡加油。”无锡倒数第1的话，我们是江阴的，应该没有问题，跟我们江阴的应该问题不大。那今天晚上会为谁加油呢？无锡啊，反正总归不可能会为常州队加油的。这话嘛，
看似是支持，背后却藏着江阴一贯的微妙骄傲。江阴这座 GDP 长期稳居全国前列的超级县级市，常年被网友称为地表最强县级市，经济体量早已超过了不少的地级市。在很多江阴人的眼里，我不是无锡江阴，我是中国江阴。无锡要踢球，江阴人可以出主场，可以送掌声，可以助呐喊，但江阴始终保留着一份属于自己的锋芒和距离感。有网友调侃，无锡要是输了，我们心疼，但真让江阴来踢，可能又是另一个剧本。苏南城市间的关系，有时就像兄弟阋墙，有时又像左右互搏。可在那天的主场里，江阴人给无锡撑了场子，这就是江苏城市间最真实的复杂情感。竞争中带点倔强，倔强里还是有一点温暖。你以为这就是高潮了？第5轮对扬州的比赛中场休息时间，一位无锡60岁的老大爷突然掏出戒指，向一位扬州的阿姨求婚，网友顿时炸锅了。苏超不只是踢球，还有霸道总裁爱上掘金的我。是你让我看见干枯沙漠开出花一朵，是你让我想要每天为你写一首情歌，用最浪漫的副歌，你也轻轻的附和，你是决定着我们的选择。是你让我的世界从那刻变成风。还有人说，这不是一场球赛，是一场生活喜剧。而在网络端，无锡发布正式进入无限癫狂的状态，官号连发热梗图包，评论区刷满了水蜜桃军团誓师北伐，动不动呢就喊呼叫全国 brother 支持无锡。Hey brother, Yeah, brother. hey brother, Hey, brother. hey brother. Ay, shipa, brother. 呼叫全国的 brother 来给无锡加油。和淮安的比赛将在7月20日举行，比赛前开始对淮扬菜下手了，说是必须多加点糖。接着呢，又在水池里放了炸弹，炸了一箩筐的小龙虾。众所周知，小龙虾是淮安特产。这一个又一个的挑衅举动，实在让人冷峻不禁。于是网友用段子形容邪恶的水蜜桃：花贝队踢进一个球，欠债人就少一笔月供。你觉得我们是舔口，结果发现我们甜中带刀。这就是无锡主场的节奏。别以为无锡奥体中心还没建好就没有大场地了，只要巅峰了，就有的是舞台。江阴鱼星照样放飞。主场可以借，但气场不能丢。苏南狠人，疯起来也有底气。随着2连胜的战绩加持，无锡不仅踢出了场面，还彻底引爆了社交平台。段子不再是调侃太湖三傻的无奈，而是演变为一场真正的网络盛宴。水蜜桃军团誓师北伐，堂里带刀，灵山事件无锡出鞘。你以为我们在疯，其实我们在策划。而最具象征意义的是，江苏苏超段子地图也随之成型。南通是青训的狼群，南京是段子联盟，连云港是猴子部落，常州是夜市烧烤，无锡就是水蜜桃第一军团。这套段子地缘学不仅让观众记住了球队，还延展出了水蜜桃挑战浪里马、龙虾斗泡饭的网络大战。苏超从不只是90分钟的比赛，
更是场内场外的全民狂欢。而无锡正是那个将流量、热度、狠劲、节奏4合一的最佳操盘手。如果说无锡曾因太湖三傻的标签而陷入段子的泥潭，那2连胜之后的他们已经用实际行动完成了对偏见的反击。他们没有哭诉，不靠卖惨，而是从江阴主场走出一记甩头破门，直接把沉默变成了反弹。更关键的是，这种反弹并不靠网络公关，也不靠主场声势，而是靠一脚脚实打实的进球，一次次战术的配合。这种风格像极了这座城市的整体气质，低调、工业、精密、爆发。无锡人可能不会说我要做 C 位，但会在转身的时候告诉你，我才是主角。他们可能不抢开场的光，但会牢牢守住中场的比分。如果说苏超是一场城市人格的集体亮相，那无锡代表的就是狠人不出手，出手不留情。他们用战绩证明自己，用段子鼓舞士气，用求婚制造名场面，用花呗战术封神热搜。苏南狠人不是喊出来的，是踢出来的。在这场由13太保联袂出演的省内春晚中，无锡的角色逐渐明晰，不是流量王者却能制造热搜，不是开局经验却能后发制人，不是先声夺人却能反手就是一记重锤。这支球队既不像南通那样从青训打起，也不像南京那样靠段子引爆，他们像极了无锡这座城市本身，不喧哗但有爆点，不浮夸但有体系，不争先但能后来居上。他们的使命从来不是抢镜，而是在别的城市沉迷于热梗与梗图时稳稳推进，精准打击，用2场2-0把傻子扔回了对手的怀里。就像网友说的那句段子，你以为无锡是在发疯？不，他们是计划好的疯。苏超需要激情，也需要体系，无锡恰恰是那个用横、准、稳撑起逻辑感与技战术含金量的队伍。他们不是要做花哨的主角，而是要做那个真正走得更远的人。原来长垫底是继承了老一辈的光荣传统。网友晒出1954年江苏省足球比赛大会的老照片，无锡、南京、徐州、南通、苏州、常州共6支球队参赛，无锡4胜1平获得冠军，常州1平4负依然是最后1名。巧合的是，这6座城市刚好是江苏省 GDP 前6的城市，也是江苏省建成地铁的6座城市。事实上，早在70多年前，无锡就曾在上一轮的苏超中称王称霸。据史料记载，1952年江苏省首次举办全省城市足球赛，无锡勇夺冠军，而常州呢则排名垫底。这段往事近期被网友翻出，笑称历史的齿轮总在关键的时刻原地转圈。有人调侃，70年前你赢了我，现在还想赢我，那就再打一场吧。历史未必会简单的重复，但无锡的足球血统确实从那时就已经流淌至今。在这个段子横飞、雨夜流泪、球场开嗓的苏超舞台上，无锡的崛起方式既不戏剧也不花哨。他们不是靠浪漫取胜，而是靠秩序；他们不是靠热搜博眼球，而是靠沉着打硬仗。但这一切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情绪，恰恰相反，那场甩头破门是情绪，那场佛前做法是情绪。那位江阴小姐姐说我不可能给苏州加油，更是情绪。无锡的足球不是激情四溢，而是热血内敛；不是轰烈爆炸，而是蓄力反击。他们用冷静告诉你，狠人也懂感情；他们用微笑告诉你，我们甜，但甜中带刀；他们用行动告诉你，不疯魔不成佛，我们疯，但有章法。苏超是一场省内联赛，更是一场人格大赏。在这里，无锡完成了一次城市人格的重构，从沉默的工业城到巅峰的狠人派。他们没有说太多的话，但他们踢了最响亮的一脚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儿。我是趣味不正经，
我们下期再见。